你知道巴菲特小时候有多韭菜吗？他好不容易攒了点钱，还忽悠亲姐把零花钱也凑进来，全仓买了只股票。结果刚买完就暴跌，每天姐姐都会疯狂念他抱怨，搞得一熬到回本，他就赶紧清仓跑路。然后这只股票就开始一路狂飙，涨了近5倍。这就是股神人生中的第一笔交易，像不像刚进股市的你？欢迎来到小叶读书圈，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经成长频道。我们继续解读巴菲特唯一认可的官方传记《滚雪球》。上集我们说到，为了躲避暴躁的母亲，小巴躲进了数字的世界，而且他有了一个觉悟，要想摆脱原生家庭的控制，获得自由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手里有钱。所以在父亲的鼓励下，6岁的巴菲特就开始做生意了。他看中了一门门槛很低的买卖，卖口香糖，货源现成的，就是他爷爷开的那家杂货铺。小巴跑到爷爷店里，用自己的零花钱按批发价买进绿箭、黄箭还有白箭口香糖，然后把它们装在一个小托盘里，开始在奥马哈的街头挨家挨户敲门推销。有一天傍晚，他敲开了一位女邻居的门。维吉尼亚夫人看着这个满头大汗的小男孩，心生怜爱，看了看托盘说：“沃伦，给我来一片黄箭口香糖吧。”当时口香糖是5片装成一小包的，卖$5。如果是普通小孩，遇到邻居只想买1片，可能马上就拆开卖了，毕竟能赚一点是一点嘛。但你猜怎么着？6岁小巴果断拒绝。他后来说：“我不拆开卖，我有我的原则。一包口香糖$5，他只想花$1。如果我卖给他1片，那剩下的4片要是卖不掉，我就亏本了。”他宁愿放弃这单生意，也不想承担卖不出去的风险。这就是巴菲特展现出的早期商业直觉：做生意要先算风险，再算利润。卖了1年口香糖，小巴发现这玩意儿利润太薄了，他需要找一个利润空间更大的单品。很快，他盯上了国民饮料可口可乐。他又跑到爷爷店里，花$25买下一组6瓶装的可乐，然后拉着小推车，在炎热的夏天围着附近街区转悠。他按每瓶$5的价格单卖，一组可乐卖完就能收回$30，减去$25进货价，净赚$5，算下来可是有16.67%的毛利率。而且他才这么小就特别爱看书。有一次他在逛图书馆的时候，无意间看到一本书被深深吸引住了，书名叫《赚$1000的1000种方法》，里面讲了各种各样的赚钱点子，其中有个卖体重秤的故事让他特别着迷。大概是这么说的：你可以买一台投币式体重秤放在公共场所，人们每称1次体重就投1个硬币进去，攒够了钱你就再买一台放到另外一个地方，2台秤赚的钱可以再买2台变成4台，然后8台、16台、32台，这么下去，你的财富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书里还有一个关于复利的解释：如果你以$1000起家，每年增长10%，5年内就会变成$1600多，10年内会变成将近$2600，25年内将超过$10800。当固定增长率逐年变大的时候，数字会发生爆炸性的增长。也就是从这一刻起，7岁的小巴菲特第一次理解了什么叫复利，什么叫钱生钱利滚利，什么叫时间的朋友。要知道，这个概念绝大多数成年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真正搞懂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本书埋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思想种子——滚雪球。所以随着年龄长到8、9岁，小巴菲特的胃口也变大了。他觉得卖口香糖和可乐虽然能赚钱，但本质上还是个体力活儿，全靠自己2条腿，一天走断了也赚不到几个钱。有没有什么生意是成本极低，甚至不需要成本的呢？他把目光投向了奥马哈当地的 Elmwood Park， 那里有一个高尔夫球场。他知道打高尔夫球的人经常会把球打进水塘里，但很多人嫌麻烦，打进去就不要了。所以在小巴眼里，那个泥水塘就是一个无本万利的进货渠道。每到周末，他就和几个小伙伴溜进球场，脱掉鞋袜，跳进水里，用脚丫子在水底摸索，摸到圆球就捞起来。一天下来，他们能捞出好几十个2手高尔夫球。回家后，小巴就把这些球洗得干干净净，按新旧程度分好类，然后再以一打$1.2的价格卖给球场里的其他客人。这是一门几乎没有成本的生意。
那除了捞高尔夫球，他还会去奥马哈大学的橄榄球赛场卖花生和爆米花。他总是能发现哪里有需求，哪里就有低价甚至免费的货源。从这个时候起，巴菲特其实就已经摸到了商业世界的一个密码：赚钱不能光靠出卖苦力，还要靠套利。低买高卖，这是财富积累初期比较快的方式。1940年，巴菲特10岁生日的时候，父亲决定要送他一份特别的礼物，带他坐火车去纽约玩。小巴可以自己选3个最想去的地方，你猜他选了啥？第一站是一家专门卖邮票和硬币的店，第二站是一家卖火车模型的店，第三站居然是纽约证券交易所。他在纽交所看到了真正的交易大厅，穿西装的经纪人，滚动的股价。小巴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，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地方，大人们靠思考就能赚到钱，不用流汗，不用搬运，也不用挨家挨户的敲门。但这次纽约之行最震撼他的还不是这里，父亲霍华德带着小巴拜访了一位华尔街的传奇人物西德尼·温伯格，高盛的掌门人。你可能不熟悉这个名字，但在当时的华尔街，他就是神一样的存在。温伯格出身贫寒，15岁辍学，做过清洁工，擦过马靴，后来一路逆袭，把高盛从一家小公司变成了世界顶级投行。这种级别的大人物，平时根本不可能见到几面，更别说陪一个10岁小孩聊天了。但那天，他居然愿意花一点时间接见这对父子。整个谈话过程，小巴就坐在边上，一句话都不敢插嘴，就这么默默听着，心里又紧张又激动。就在他们准备告辞离开的时候，温伯格俯下身，搂着小巴的肩膀，温和地问：“沃伦，你看好什么股票？”巴菲特后来说，他可能第2天就忘了这件事儿，但我一辈子都不会忘。也就是从这一刻起，这个奥马哈的小男孩心里彻底种下了一颗野心的种子。他不想再当一个小商贩了，他要进入真正的金融世界。他要让所有人，包括温伯格这样的大人物，都记得他的名字。回到奥马哈以后，小巴就像变了个人儿一样，他开始疯狂阅读父亲书架上的金融书籍。他会在父亲的证券公司里待一整天，盯着那块写着股价的大黑板。他甚至开始自己用粉笔在纸上画股票的走势图。他在等待一个时机，一个可以让他自己真正下场买入第一只股票的时机。终于，这个机会来了。靠着这些五花八门的小生意，到了11岁那年，小巴的存钱罐里已经攒下了120美元。在那个年代，对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，算是一笔巨款了。看着这笔钱，小巴菲特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要进入纽交所那个神奇的世界了。1942年的春天，他揣着全副身家走进了父亲的股票经纪行。他看了很多资料，最后看中了一家叫城市服务公司的优先股，但他手里的钱只够买3股。为了多买几股，他就跑去说服比他大2岁的姐姐 Doris， 拍着胸脯向她保证这只股票肯定能赚钱。老姐就被他说动了，也拿出了自己的零花钱。于是姐弟俩就以每股38块2毛5的价格各买了3股。买完之后，巴菲特感觉自己已经是华尔街小亨了。他每天最期待的事就是看报纸上的股票版面。结果现实很快就给这个小股民上了一堂毒打课。股票刚买完没几天，大盘就开始暴跌，城市服务公司从38块多一路跌到了27美元。这下完蛋了，巴菲特自己亏钱倒还能忍，要命的是他姐姐 Doris， 她不懂投资，只知道弟弟把自己的零花钱弄没了。于是每天早上姐弟俩一起走路上学的时候， Doris 就会在巴菲特耳边狂念：沃伦，我的股票今天又跌了。沃伦，我的钱还能不能回本啊？沃伦，你不是说一定能赚钱的吗？巴菲特后来回忆说，那段时间他备受煎熬，每天上学路上都像在受刑。他不仅要承受账户亏损的痛苦，还要承受姐姐带来的情绪折磨。他当时脑子里就只有一个念头：只要能回本，只要能让姐姐闭嘴，我马上就卖。终于熬过了一段漫长的下跌期后，这只股票开始反弹了。它慢慢爬回了成本线，最后涨到了40美元。那一刻，小巴松了口气，他1秒钟都不想再等了，赶紧打给父亲，把他俩的股票全部清仓。算下来，除去手续费，他们这笔投资总共赚了5美元。虽然不多哈，好歹没有亏钱，姐姐也不抱怨了。小巴觉得自己这波操作还是挺稳的。
但是命运的齿轮才刚刚开始转动，就在他卖出这只股票没多久，城市服务公司就开始一路狂飙，50美元、80美元、100美元，最后这只股票竟然涨到了202美元。当时小巴菲特看到直接就懵了，如果当时没卖，光是自己的那3股就能赚到将近500美元。这些钱他要卖10几年的口香糖才能赚到，就是因为自己没沉住气，全没了。这次卖飞经历成了巴菲特童年时期一次深刻的教训，但也正是这次教训，让11岁的巴菲特提前悟出了3条投资铁律。第一，不要过度关注买入成本，用我们现在的话说，这叫克服锚定心理。小巴意识到自己之所以在40美元的时候卖出，就是因为脑子里只看重38块2毛5这个成本价。他觉得涨回成本还赚了一点就很不错了，但实际上一家公司未来能涨到多少，只跟它的基本面有关，跟你的买入成本没有半毛钱关系。第二，就是不要为蝇头小利轻易抛售。巴菲特发现自己辛苦干了5年才攒下120美元，结果在股市里只要耐心等一等就能赚到几百美元，但他却为了5块钱的利润错失了翻几倍的机会。他后来常说，如果看好一家公司，你就应该做好长期持有的准备。如果仅仅因为赚了点小钱，或者为了缓解盯盘的焦虑就匆忙卖出，那你永远也抓不住真正的大机会。第三，不要轻易对别人的钱负责，这也是最痛的一点。小巴发现自己之所以拿不住这只股票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姐姐每天的抱怨。别人的情绪影响了他的判断，他受不了那种让别人亏钱的心理压力。所以从那以后，他就定下一个规矩：如果我要帮别人管钱，那对方绝对不能干涉我的操作；如果不信任我，那就别把钱交给我。不过，经历了这次股市的挫折，小巴不仅没有退缩，反而被激发了斗志。他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致富密码，甚至在心里暗暗发誓：35岁前，我一定要成为百万富翁。此时的他正准备在老家大干一场，结果命运给他来了一个意外的转折。他的父亲当选了国会议员，全家人要立马打包行李搬到陌生的城市华盛顿。失去商业领地的小巴心态彻底崩了，这个未来的股神竟然在初中时期变成了一个盗贼。所以他这段堕落岁月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们下集接着聊。